各位网友，大家好啊！玩书走天涯，走进历史，走出现实啊！玩书今天跟大家汇报一下，终于抢跑了一下巴菲特啊，提前布局了联合保险公司的股票，然后昨天呢，巴菲特的第二季的财报出来之后呢，他也建仓了500万股的联合保险公司啊。终于抢跑了一次啊，所以昨天涨幅啊，盘后涨幅10%几了啊。本来把玩书也套出来，现在一举回本啊。跟大家汇报一下联合保险公司啊，未来还到底合不合适买啊？玩书当时为什么买它啊？跟大家分析考虑一下。联合保险公司啊，是美国最大的一家医疗保险公司啊，它有5000万客户啊。就是说，它护城河是很宽的啊！你除非医疗保险这个行业没有了，否则它永远存在，对吧？并且它排名要不第一，要么第二。那为什么要买它呢？是因为我记得是前年吧，出来那个帅小伙路易杰的事情。路易杰呢，不是把联合保险公司一个高管啊，在曼哈顿的街头连开3枪打死了。啊，路易杰也是个好心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说很多中老年客户啊，买的保险之后啊，一旦人老体弱生病了，但是保险赔付比较少，很多病就报不了销啊。他是觉得是一种为民除害，是吧？希望给联合保险的公司呢提供一种叫什么？一种反馈，是吧？警告他们不要瞎搞啊。所以造成联合保险公司股票呢，在过去一段时间啊，他们长期一般是稳定到500到600之间，那么就是从最近1年啊，从500、600这个区间跌到目前300这个区间，就在这个月曾经探到了250以下这个位置啊，非常好的位置。那么这是不是个好时机呢？所以我们要分析股票呀，看股票到底它有没有前景，对吧？那么从联合保险来看的话，它因为时间这公司时间很长了，这不是1-2年在美国刚做的，它触角伸得很广，从医疗保险的服务到医疗服务，就包括到药房啊、开药啊，包括病例的管理啊、大数据啊，它整个形成一套闭环。那么就是你外面来一个竞争者想站到行业来，那行业壁垒是很高的啊，所以呢不大容易被其他竞争者闯进来，这叫护城河概念吧。再说一下啊，我们小老百姓去参加投资股票啊，毕竟钱也不多，是吧？这不能轻易亏。不像咱们美国那帮议员，是吧？他们有内部消息啊，我打在后面一个图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就在2023年啊，以佩洛西为首的众多美国国会议员，他们的收益率啊，你看高的达到了80%-90%啊，佩洛西也搞了个50%-60%啊。所以为什么要关心政治、关心经济呢？就是让自己钱包暖和一点。人家议员呢，有各种行业的信息、产业的信息啊、企业的信息，我们小老百姓只有多分析了，多动脑子，多看了啊。一旦看错了，那你就倒霉了，那你就是吧，那你投资失败，那你更亏了。所以呢，不能轻易投资。所以呢，玩书一般来跟他交流一下，就一般要首先做宏观分析，然后再做行业分析，然后再做公司分析，然后第4个做财务分析啊，在正确的时候买入正确股票。你比方说宏观分析这一块，玩书前面还有一个视频啊，我全仓压上美国经济，压上川普带来的改革，是吧？带来美国经济的复苏。这个一旦压错了，我告诉你，那你大势跌了，你个股它也好不哪去，对不对？你看巴菲特都已经是半空仓了，起码1/3仓位都是现金嘛，对不对？他都不看好美国经济。那我们作为一个加拿大人，我们玩美国，你玩得过巴菲特，玩得过美国政客，对不对？那你要慎之又慎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还说搞了个视频，我们说要全仓压上，我告诉你，心里也是很忐忑的。一旦压错了，我还说养老金丢进去了，对不对？你几十万美金就没了啊，是吧？本来钱就不够，是吧？还想办法怎么挣钱，对不对？
跟大家分享一下，王叔那个1.6万美元现在还没动，一个是买了长期国债，一个是买了这个巴菲特的股票啊，一个 TOT， 一个 BRK 啊，都套着的或者是这个 TOT 套着的。所以大家如果有钱敢押宝这个美联储降息，你就敢这个是吧？买我这个 TOT 对不对？那你相当于是吧？宰了王叔一刀，对不对？是吧？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大家是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再讲过头来讲哈，为什么要做一下这行业分析是吧？就是医疗保险行业未来不会消失啊。为什么它这个联合保险公司股票会跌呢？除了前面说的原因之外啊，就是说现在川普上来之后呢，他们会对医疗进行改革，奥巴马那种大傻逼的方式是吧？就改革，要把钱花在刀刃上，就要节约。是吧？那么你节约，那么可能是吧，就会对医疗这个保险支出就会减少，对吧？对不对？所有这个股票的从那个500-600块钱，夸跌到300块钱，它有这个背景。除了路易杰杀人之外啊，还有这个背景，是吧？说2大背景啊，是吧？这叫什么？戴维斯双杀下来了。那么我们要分析这个事儿，就是说美国的医疗保险这个行业会不会消失呢？肯定不会消失。是吧？你政府可能减少了某些人的这个医疗保险，但是有些人还是需要的。那企业还得跟员工买保险，所以医疗保险服务你还是少不了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它这个长期看这个影响应该不大。那么加上这个联合保险公司呢，它本身啊，它的公司有起码2大部门，一个是 Optum 公司，是吧？一个是保险公司啊，保险公司主要是卖保险的。Optum 公司干什么呢？他专门做一种这个什么，一个提供这个医疗的服务，药房的管理，包括病例的管理，它有大数据，个大数据呢决定了一个保险产品的定价。比方说你定贵了，那别人没人买，那其他的同行就是吧趁虚而入了，他卖得好，你卖得不好。你定低的话呢，你搞不好容易亏损，对吧？你有些病啊，对吧？癌症啊，什么病啊，它有概率的，对吧？它有得多了，你赔付就大了。所以他们也要精打细算，所以这里面掌握了数据，掌握了大数据的，那么这个保险公司那它有优势，它会定价。那我看了一下，具体来说，他们这次这个就是联合保险公司啊，过去10年业绩都很稳定增长，收入也是在稳定增，利润也是在稳定增，但是呢，今年出现问题了。后来我分析了一下，因为什么？他们有一个保险产品定价有点问题，就定低了，造成那个赔付的比较多，是吧？或者是路易杰杀人之后啊，他们觉得不好意思，多赔一点，多赔的话就赔的就利润就下滑了，所以他们准备对同类产品，那么下次定价啊就会定高一点了，就定低了。所以这个数据链呢，这个数据库啊，对这个保险公司非常重要，对吧？所以我认为它是一个闭环，它有这种护城河的闭环啊。那一般来说，你撼动不了它，你没个数据链，你没数据库，你怎么去定价呢？定错了你就亏了。所以这个行业也是非常精密的，经过这么多年发展很精密。我在加拿大街头，我看到好多医院上面都写的啊，我们医院是有那个 UNH 是吧？就是那个参加医疗保险，就是你在美国啊买一个保险的，在加拿大医院病了，你在加拿大旅游病了，你也可以看病。所以它这个保险是遍布全美，包括北美啊，也很多这种保险的覆盖。5000万的这个病人啊，这个客户数。加上企业单位是吧？这个政府采购是它的也是大笔。那么政府采购这块的入门槛很高，就是你不是你刚成立个保险公司，你想跟政府投标你就来投标就搞定了的，那还有政府有很多规范的是吧？所以呢，那它有这个壁垒，它有这个品牌效应，它过去服务很好，那政府再采购了，就再帮穷人买保险，那还是给他，你其他的你很难竞争。所以它有这个行业壁垒，所以它的护城河是相当宽的，所以呢，我还说觉得问题不大，未来还会赚钱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正好是个低点是吧？从600跌到了300是吧？然后往下再涨，所以我还说的就开始建仓了。当时我肯定不知道巴菲特，但是我是巴菲特理念我知道是吧？我还说好歹也是讲理财专业，讲过了这10-20年的课了是吧？在国内是吧？各大学各自讲投资的是吧？什么马克维茨啊，什么夏普曲线啊，什么这个什么2阶段、3阶段模型的搞得滚瓜烂熟，所以我对这估值呢，我算的比较清楚，我认为它就是在600块钱左右。
虽然看估值上有很多那个业内分析师也有算到，比方说400、300的，也有看到5、600的啊。但是我们这个估值呢，就大致算一下，你要心里要有数。比方说我算它是600块钱，那你300块钱以下就可以建仓了啊。为什么说要对折以后建仓呢？它是这个逻辑，就是说我不行，我拿5年，我只要买进去之后，我300块钱买，跌200，跌9，我不会抛的，我就会拿着之后，过了5年翻1倍。为什么说过了5年翻1倍呢？因为过了5年翻了1倍，我才能够每年赚15%啊，这个有个7·2法则，对吧？哎，如果是这个当然3年翻1倍，那我一年赚25%更好了，对吧？哎，但是如果说7年翻1倍，那我只能每年赚6%了，那就是说股票赚6%就不够了，所以我需要它5年翻1倍，就是说，万一这个大环境不行，我跌5年或被我套5年啊，那5年之后它的有这个利润支撑呢，它也能够上来。你要现在它的市盈率现在只有11倍了，是吧？那标准应该是20到30倍，对不对？它如果利润增长的话，它就会来。那么今年它这个收益肯定是下来了，不行，是吧？因为有个产品刚才说了哈，定价定错了，那么呢，它肯定在下跌幅中。那我们希望它明年的这个收益是起来的。哎，起来之后的话呢，它这个相当于这个收益跟这个叫做本益比嘛，是吧？那就肯定到它有一个合理的区间嘛，对不对？比方说在20左右啊，10%就是10左右就比较低了嘛，就是相当于一半了嘛。就是我们希望他买这个股票呢，我们有个估值是600，我们就300买进；估值是500，我250以下买进。哎。那就是那你有的时候玩说，那你是不是越低越好？当然越低越好，但你等不了，它要是到了250以下都上去了，你老等着没用，对不对？是吧？所以还要给一个合理的估值，这个估值是个参考估值啊，对它那个现金流啊，是吧？它的收益情况进行估算。那个，然后我就认为呢，我研究巴菲特好多年，就是巴菲特他的估值跟模型跟我差不多啊，应该来说应该是比较一致的。他也在不同场合也说过，那估值的东西教科书都有嘛，是吧？大家也不是没见过，是吧？不就是什么一阶段、2阶段、3阶段，是吧？反正就是几个模型，看你用哪个模型的，是吧？那么估值的好处是什么地方？就是我们心里有个数，否则你买股票没有数，那就麻烦了。那你买这基础之后，你不知道到值多少钱。哎，那我们就这个价格买进去就可以。那么现在我来看的话，目前在300左右，是吧？我的建仓成本也在290了，我大概300块钱买了，或者270多少忘记了，就又建了一次仓嘛，就2次都平均290也比较高了，是吧？前段时间搞到240、250啊，我还没建，就这个占仓位也不能太高，占了大概我的仓位5%左右，对吧？所以呢，如果有朋友啊感兴趣这个股票的，还可以买。如果在300块钱以下，尤其在290以下啊，我觉得还可以啊，还可以再高一点啊。太高的话，你因为万一来个什么长期的经济危机，是吧？这个让他那个业绩今年不行，明年不行，那你可能被套个5、6年啊，那你就完蛋了，是吧？套5年就麻烦了，是吧？套6年就麻烦了，对吧？5年还可以正好翻1倍的话，那假如说5年没翻1倍，那完了，你收益还起不来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我们还是要有，就是说你那个估值折扣你还是要越低越好，但太低的话，你可能错过机会了。所以王叔今天大家分享一下，就是如何通过行业分析啊，通过公司分析，通过财务分析啊，包括通过价格分析以及心理的分析啊，大家恐慌的时候你买这个问题不太大。大家都现在巴菲特已经买了，你追高再买的话，你风险就会大一点，到时候你的收益就会没那么高啊，一年达不到15%这样一个标准，你达不到15%，你还不如买个债券5%、6%吧，对不对？是吧？你买股票就是一个高风险高收益嘛，对不对？尤其我们中老年是吧，不能随意亏，对不对？好不好？今天把这个股票跟大家简单分析一下啊，有机会我还可以把我其他的股票分析一下啊。我玩书大家可以关注我的频道，可以看到我这个频道下面还有我的雪球。我在这个中国的雪球网上，我也有10多年前我都建立了，包括中国的什么价值过手啊、价值坚守啊2个组合啊，你看看我的收益怎么样啊？包括美国的啊，炒美股炒点美股，炒点美食啊，你可以看看我这个组合啊，看看我这玩书不是瞎吹的，我之前布局我就告诉大家是吧？好不好？不是说这个事后诸葛亮是吧？那个没有啊。玩书这次又抓对了啊！前段时间全仓押宝美股又搞对了啊！所以呢，玩书每天走进历史，走出现实是有现实意义的。你走错了，那你这个股票也搞错了，政治分析错了，那自己就完蛋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也希望网友啊，不同的意见呢，可以打在屏幕下方跟玩书互动，好吧？我们一起讨论，一起如何
看清这个现实啊，如何发点小财，过好养老生活，玩得更嗨。好，讲的不对地方，打在屏幕下方与玩叔互动。好，谢谢大家。让你能够听到我的心，什么时候也能把我想起。